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煎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我们继续学习八字。今天学习八字知识点里的身强、身弱和旺衰。选准八字的喜忌用神是判断命主祸福吉凶的主要依据，而判断命主是身强还是身弱，则是选取八字喜忌用神的关键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判断准确，选准用神，否则就谈不上推命。如果你把一个身强的命主判断为身弱，那么喜忌用神肯定是错的，后面怎么断都是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学习强弱旺衰的概念。强弱和旺衰不是一个概念，虽然它们都表示命主日干的状态，但是有明显的区别。旺衰侧重于五行的存在状态，体现状态的概念，而强弱则侧重于五行产生的作用和力量，体现能力和力量的概念。在实际应用中，观察五行的旺衰是判断强弱的条件之一。所谓日干，就是日柱天干，代表命主本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宫位，后面视频会详细讲。在八字中有年、月、日、时四柱，每一柱又称一个宫位。宫位可以理解为场所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年柱代表祖上，月柱代表父母、事业、兄弟，日柱代表夫妻宫，时柱代表子女宫。每个宫位也可以代表年龄段。年柱代表1到18岁，也就是少年时期；月柱代表18到36岁，青年时期，开始进入独立阶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月柱的地支叫月令，这个比较重要，稍后我们会讲到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月柱这个地支辰称之为月令，日柱代表36到48岁，完全独立阶段。时柱代表48岁以后，从中年步入老年的阶段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强弱旺衰。先讲一下这个旺衰，这个相对比较简单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，如果太多了就需要减少一点，如果太少了就需要补充一点。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旺衰法的核心思想。子平真诠里也有这么一段话：旺衰强弱四字，昔人论命，每笼统互用，不知须分别看也。大致得时为旺，失时为衰，党众为强，助寡为弱。故有虽旺而弱者，亦有虽衰而强者，分别观之，其理自明。我们先来看这句话：得时为旺，失时为衰。换句话也就是得令者旺，失令者衰。这个令就是月令的意思。如果这个八字中的日干得到了月令的支持，则为旺；得不到支持，则为衰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日干是甲木，生于卯月，根据五行生克关系，甲、卯都为木。日柱木出生在春天的卯月，符合一个和谐的状态，得到了月令的支持，为旺。再比如这个八字，如果甲木生于申月，甲属木，申属金，金克木，失令则为衰。旺衰体现的是这个五行是不是在恰当的时间点出现，体现出五行生机活力大小的一种状态。春天万物复苏，草木疯长；夏季炎热，秋天精气肃杀，冬天水寒，都是最自然的状态。讲完旺衰，我们来看看强弱。党众为强，助寡为弱。意思就是八字中的日干得到更多的支持时，它的力量就强；反之，如果得到的支持少，那么力量就弱。强弱和旺衰不一样，一看是否得令，二看是否得地，三看是否得势，最后需要综合判断。得令我们前面讲过，看日干是否得到了月令的支持，这个月令很重要，它的力量占到全局的 40% 到 50%。得地呢，指的是日干是否得到其他地支的通根或生符。日元在任何一个地支藏干中有同样的五行，称之为得地通根。具体大家看这个表格，其中本气通根是最强的，也叫强根。初学者我们只需要记住本气通根和生符通根，能简单判断就行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日干甲，地支有3个寅，3个强根，所以这个八字有3个得地。得势呢和地支无关，得势指的是日干能否得到其他天干的帮助。比如这个八字，天干甲癸甲乙，日干为甲，那么生甲木或者同为木属性的就算得势。
比如这个年柱的甲，时柱的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判断得势时要注意其他天干的状态是否有利。比如还是这个八字，年柱是甲寅，那么是有利的，是得势的。时柱乙，地支为亥水，水生木，所以也是有利的，得势的。如果年柱是甲申，甲为木，申为金，金克木，那么这个天干是无利的，无力帮扶，则是不得势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强弱和旺衰的关系。论命以日干为主，称之为生，生之强弱关系最为紧要，故首论之。前面提过，有虽旺而弱者，亦有虽衰而强者，分别观之，其理自明。古人认为论命先论强弱，另外强不一定旺，旺不一定强，弱不一定衰，衰不一定弱。比如一个八字处于旺的状态，但是缺乏足够的支持，而显得力量较弱。同样，一个看似衰的八字，如果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和帮助，也可能展示较强的力量。所以判断强弱要综合论断。初学的小伙伴可能对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关系不是很熟练，所以下面教大家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根据打分法来快速判断这个人的八字是身强还是身弱。根据五行相生相克，月令占 40%， 月干占 12%， 年干占 8%， 年支占 4%， 日支、时干和时支各占 12%。若克泄力量相加大于 50%， 可判断身弱；身福力量相加大于 50%， 可判断身强。这种方法可以快速判断，而且准确率很高。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日干是癸水，我们先看占比最大的月令。卯属木，水生木，卯水要克耗能量，所以减40分。日支和时柱都属金，金生水是帮扶，所以加36分。月干同为水，加12分。年柱为火，水克火，要克耗能量，所以减8分。现在正负都是48分。最后看年支，土克水，要克耗能量，减4分。最终超过50分的是负52分，所以这个八字是身弱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八字，日干为甲木，我们可以看到甲、寅、卯皆为木，这几个加起来就已经52分了，其他的都不用看了，这是一个身强的八字。学习这节课之后，小伙伴可以对自己的八字进行练习，看自己的八字是身强还是身弱。如果发现自己的八字是身弱，也不必担心，其实这里的强弱不是字面意思，身强身弱只是代表一种能量关系，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和荣华富贵等。当我们拿到一个人的八字进行排盘之后，第一步就是判断这个人是身强还是身弱，第二步就是通过身强身弱选取这个人的喜忌用神，才能结合流年大运来断事儿。好了，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，欢迎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